你知道吗？其实苹果和黄芪才是真正的绝配，把它们俩搭配在一起，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。做法简单、省钱又实用。但是这个方法有许多朋友还不知道，那么就跟着视频来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把黄芪，大约在8到10克左右。当然，用黄芪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把它用水清洗一下。黄芪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平时有很多朋友喜欢用它来泡水喝，但是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哦。因为它是根茎植物，质地比较坚硬，因此我们需要先把黄芪放入锅中。因为短时间的熬煮或者浸泡，黄芪当中的营养成分是不会被释放出来的。因此，你平时是不是直接用水泡的黄芪呢？如果是，那么方法就用错了，难怪没有作用。我们把洗好的黄芪放入砂锅中，加入纯净水，不需要太多，300毫升左右即可。盖盖子，用大火先把锅里面烧开，烧开之后还得用中小火熬煮上8到10分钟，那样才能把黄芪的营养价值全部熬煮出来。然后准备一只农家苹果，将苹果中加入水。相信有很多朋友平时在洗苹果的时候，都是直接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其实这样是洗不干净的，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苹果为了防止害虫，上面都打了农药，因此有农药残留。所以在清洗苹果的时候，可以在苹果上撒上一些食盐。食盐具有杀毒消菌的作用，而且还有磨砂颗粒感，因此可以把苹果清洗得干干净净。当然，也可以用小苏打，可以有效地去除苹果上面的农药残留。苹果营养价值虽然很高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哦，这样吃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，也会更加的健康哦。把苹果清洗好之后，我们再盛出一勺水，把苹果表面残留的食盐以及搓出来的脏东西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最后把它放在菜板上，先把苹果从中间一分为2，接下来给它切成条，不要太粗，也不要太细，大约在1到1.5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把它改刀切成这样的苹果小颗粒，千万不要切得太细咯，这样可以让苹果的营养成分释放得更充分，而且苹果它的香味也会更加浓郁。切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最后我们再准备1颗超大的红枣，用水洗一洗，洗好之后给它剪成小块，让大红枣当中的营养成分能够释放出来。因为这个红枣实在太大了，不把它剪开，那么它的营养成分就不会被充分释放。把切好的苹果和红枣放在一起备用，直到锅里面的黄芪熬煮好。我们揭开盖子，一股浓浓的黄芪香味扑鼻而来。这时候可以看见黄芪已经被煮软了，
我们可以再次将苹果和红枣倒入锅中。如果你喜欢特别甜，那么可以加入冰糖。个人建议不要再加糖，因为这样熬煮出来就已经比较甜了。再次将盖子盖上，再用中小火熬煮10分钟左右，时间不要太久，直到锅里熬煮好就可以了。时间太久了，苹果就会被煮得软哒哒的，就会大大影响它的口感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熬煮出来的苹果汤汁不仅营养丰富，而且口感也比较的香甜可口，并且熬煮过后，苹果自身的口感还是相对不错的哦。最后盛出，倒入杯中，一杯营养又好喝的苹果黄芪红枣水就熬煮好了。相信有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它的作用，经常这样吃，你会有大大的惊喜和发现哦。而且里面的苹果我们也尽量将它给吃掉，相信有好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它们的作用了。那么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吧，如果你还不知道，那么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没有试过这种方法，那么赶紧把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制作视频非常不容易，看完给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